蓝忘机用力地去搂住面前的魏无羡，他仿佛收获了一个巨大的惊喜。他的魏婴会在乎他的想法，魏无羡被抱得猝不及防，可他还是用尽了力气去回报他的二哥哥。他知道现在的二哥哥很激动，他要安慰好他。二人抱了一阵子才渐渐分开，蓝忘机还是带着魏无羡下山了。可现在他却没有刚开始那么焦躁了，甚至他还想着要如何带魏婴游山玩水。如今魏婴已经开始心疼他，开始在乎他，那是不是代表他的魏婴终有一日可以爱上他？若是真的可以，他愿倾尽所有去换一个真心。二人的第一站是姑苏采衣镇，蓝忘机牵着魏无羡的手，堂堂正正地走在街上，一旁做着买卖的商客都惊异地看着这两个风神俊朗的少年。寻常人没见过夷陵老祖的模样，如今在姑苏也不可能遇见那些故人。蓝忘机没有避讳，大大方方地任由魏无羡捐着胳膊撒娇，看着他为山下的新奇玩意儿而开心。二哥哥，我们要去哪里呀？魏无羡和蓝忘机并肩走着，手还塞在他的手里。他晃了晃蓝忘机的胳膊，撒娇撒得得心应手。木樨山。魏婴，我想带你把我们曾经去过的地方再走一遍。木樨山是哪里？我去过吗？3岁的羡羡不知道自己经历过什么，但是他聪明地猜到了，若是蓝湛要带他去，定是曾与他有过关系。是，去过。你不仅去过，而且二人一路游山玩水，到木樨山的时候已经过了3、5天了。一到地点，蓝忘机就不禁想起玄武洞中的一幕一幕，想起那首他哼过的《望县》。二哥哥，这地方羡羡觉得有些熟悉。魏无羡看着眼前光秃秃的山脉，突然觉得有些难过。他好像看见了一个白衣少年，正瘸着腿，一拐一拐地向前走着。他又看见了一个身着黑衣的少年，凑在白衣少年面前，笑嘻嘻地说话。他听见黑衣少年说：“蓝湛，蓝湛，我背你吧。”他看见白衣少年摇头拒绝了黑衣少年。他看见那黑衣少年长了一张同他一般无二的脸，而那白衣少年是一脸稚嫩的蓝忘机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明明是我所经历过的，为什么我什么都不记得了？二哥哥，他的脑子里又剧烈的疼痛起来，胀得他快喘不过气。他拼命地抓住身边人的手，想要让他的二哥哥救救他。魏婴，魏婴，凝神。蓝忘机在魏无羡面色变化的那一瞬间，便察觉到不对，慌忙接住了他下滑的身子，一边唤着他的名字，一边输送着灵力，像极了那年在乱葬岗的样子。不过这次魏无羡并没有忘记所发生的一切，他只是缓了一会儿，便又记起来了。蓝忘机扶好他在地上坐着，他顺势靠在了蓝忘机的怀里喘气，神色渐渐好转，脑子里也慢慢清明起来。蓝忘机见他有所好转，便沉下心来去探寻。魏婴有如此大的反应，说不定木樨山真的有什么东西。果然，他只搜寻了一会儿，便感受到了一股细微的神识。不过不是神识本身薄弱，而是由于离得太过遥远。他细细想来，只有一个可能，魏婴的那缕魂魄在玄武洞。当年他们一起杀了玄武的场景，是他这3年里反反复复翻出来，细细品味的美好回忆。二哥哥，羡羡休息好了。魏无羡看着沉吟思索的蓝忘机，晃晃他的胳膊，轻声说道：“我带你去个地方。”他将还坐在地上的魏无羡扶起来，带着他去找曾经被踹下去的那个洞口。二哥哥，这里好黑啊！魏无羡刚刚进入玄武洞中，便被这里阴森森的氛围吓到了，忙不迭地钻入蓝忘机的怀里，死死地挡在他前面，试图以他弱小的身躯护住他家柔弱的二哥哥。魏婴，若怕，跟紧我就好。蓝忘机不明白他为何明明那么怕，还是要钻进他怀里，挡在他面前。没事没事，羡羡保护二哥哥。魏无羡此时吓得嗓音都在颤动，可他还是牢牢地守在蓝忘机身前。蓝忘机劝说不成，只得放弃，也心知这里什么也没有，不会伤到魏婴。他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火棍，又用了一张明火符，
点燃了一头，火光燃起，整个玄武洞被尽数照亮。蓝忘机也看清了自己怀中正在瑟瑟发抖的身影。魏婴，好了。他一边安慰着发抖的人，一边将他牢牢地圈在怀里，显然是不愿放开。被蓝忘机抱在怀里，眼前又见了光，他是彻底不怕了。突然又想到二哥哥定是看到了他刚刚害怕的样子，小脸疼得红了，转过身将小脑袋埋在他家二哥哥的怀里，不愿起来。呵，寂静的玄武洞突然响起一声轻笑。魏无羡反应过来，这笑声是从头顶传来的，他家二哥哥居然嘲笑他，脸红得发烫，脑袋埋得更死了。魏婴乖，别闷坏了。他还记恨着方才蓝忘机的嘲笑，将脑袋在他怀里蹭了蹭，就是不愿抬起来。蓝忘机也纵着他，施了些灵力，将手中的火棍插在地上，便就着此刻怀抱美人的姿势，掏出了忘机琴。虽然想好好享受魏婴这难得一次的害羞，可正事也不能不干。魏无羡听到一阵熟悉的琴音响起，是在冷泉之中蓝忘机曾弹过的那首。果然，他没听一会儿，便感到身心一阵舒爽。他抬起头，看着自己抱着的二哥哥，二哥哥正在弹琴，神情专注。他突然觉得二哥哥这样真好看，他好喜欢二哥哥呀。等等，喜欢是什么？一曲完毕，蓝忘机低头看向一直抬头凝望他的魏无羡，并未发现有何不同。他又拉过魏婴的手，细细把脉，也没发现有什么问题。魏婴这一次收回的是哪一魂哪一魄？二哥哥，什么是喜欢啊？这问题问得猝不及防，蓝忘机也愣了一愣。魏婴为何如此问？他有些不确定地问道。不知道，只是羡发现羡好喜欢二哥哥呀。智商只有3岁的羡不知道自己的一句喜欢对蓝忘机来说是多么震撼的话语。他只是窝在蓝忘机的怀里，平平静静地说出对他的喜欢。你喜欢我？蓝忘机哽咽了好久，才哑着嗓子问出这句话来。羡记得一个姐姐说过，喜欢一个人就是看见他会开心，他不开心我就会难过。还说喜欢一个人就会一直想着他，想时时刻刻待在他身边。羡对二哥哥就这样啊。羡不想二哥哥不开心，羡喜欢看见二哥哥，时时刻刻都想在二哥哥身边。还有，这是魏无羡刚刚在蓝忘机弹琴的时候想起的，他不知道是谁跟他说了这一番话，他只记得那是个很温柔的声音。而眼下，他还未能将那番话语完全解释明白，就被蓝忘机突然低头吻住了双唇。蓝忘机听到魏无羡的解释，便再也忍不住了，他低头狠狠地吻住了心上人的唇，伸出舌头细细地描绘着那人的唇形。魏婴，我的魏婴，你终于开始喜欢我了，魏婴，我也喜欢你。在韩光君携夷陵老祖离开云深不知处的不知道第几天里，于木西山玄武洞，魏无羡收回了他的第3魂。3魂名唤幽精，主情感。魏无羡好像也窥见了一点自己的情感。蓝忘机依依不舍地将自己的嘴唇从魏无羡的嘴唇上移开的时候，二人的唇瓣都已然红肿了。魏无羡被亲得喘不过气来，二人的唇间牵扯出一条长长的银丝。